3天前，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破诊所里，穿到了这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乡村医生身上，还绑定了一个叫药神系统的东西。系统说，只要给人看病攒够声望，就能解锁现代药方，头孢、青霉素、靶向药都在那个面板里锁着。但问题是，这鬼地方连个感冒病人都没有。陈医生，快看看我家娃，脑袋热得烫手，从早上吐到现在，啥也吃不进去，光吐。急性肠胃炎，已经轻度脱水，先止吐，再补液。你在这等着，我去拿药。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住手！你这个赤脚医生，谁让你随便给人看病的？老先生，您是市里来的大夫，求您快给我家娃看看。我叫李甲麻，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这是我的学生肖思尔，小肖，你来，这次刚好当一次教学机会。夏秋交替最常见的小毛病，回去熬点白粥，少食多餐，休息2天就好了，根本不用吃药。还好我和老师刚好路过，你这药连个正规标签都没有，就敢往孩子嘴里喂，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吗？这孩子是急性肠胃炎，已经轻度脱水，光喝粥补不回来，必须补液。你还没完了是吧？一个赤脚医生，连血常规都查不了，你凭什么诊断？凭你那张桌子上的听诊器？李教授，这孩子得的是急性肠胃炎，不是普通腹泻，他吐了一上午，已经有轻度脱水，不及时补液，拖下去会出问题。急性肠胃炎，我行医30年，从来没听过这个病名，你从哪本医书上看到的？编的还挺像回事儿。老师，我看他就是图财害命。这种乡下诊所开一堆来路不明的药，反正吃不死人就往死里宰。这个病你们可能叫法不同，也就是成人性非细菌腹泻。成人性非细菌腹泻，你也知道是成人，这孩子才多大？你从哪本破书上扒了2个名词就敢出来卖弄？李教授，我家娃额头不烫了，怎么变成冰凉的了？腹泻就是这样，拉空了自然就不烧了。赶紧去镇上药店买一盒黄连素，吃2片就好了。不能走，这孩子已经脱水了，再不吃药补液会出生命危险。有人非法行医，这里有个江湖骗子在害人。谁报的警？他无证行医，拿来历不明的药给小孩吃，我们亲眼看见的。走，跟我回所里说清楚。现在医疗水平上不去，就是因为这种害群之马太多。小肖，我们走，赶紧去镇上买黄连素，别耽误了。妈，我感觉好多了。姓名？陈锡林。有行医资格证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人看病的？一共害了多少人？赚了多少黑心钱？那孩子还没吃上药，脱水脱久了会引起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不行，这样下去要出事。今天白天个妇女走了3个多小时山路，从村里赶过来，满脚都是泥，站在门口求了我整整1个小时。她说你不是骗子，说你的药救了她儿子的命。求求你了，陈医生，他不是坏人，他救了我家孩子的命，他真的不是坏人。下次别再弄那些来路不明的药了，真出了事你担不起。陈医生，我给你磕头了，多亏了你的药，我家娃才捡回一条命，要不是你，我怕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别磕了，快起来，孩子没事就好。住手！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对母子，你还要不要脸？你有病！检测到目标患有早期乳腺癌，癌细胞尚未扩散至淋巴系统，获取一粒靶向特效药，需消耗10点声望值。成功治愈该目标后，可永久解锁乳腺癌靶向药配方。首次触发若成功解锁，可量产制备，适配当前时代制药工艺。配方价值评估无价。无价？这药方要是卖给药企或者上交给国家，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你有病，乳腺癌早期，我能治。你当街欺负妇孺还不够，还敢咒我！我今天非得……姐姐，陈哥哥不是坏人，他今天救了我。小朋友，你跟姐姐说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以后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的话，尤其是那些没有行医资格证的骗子。今天是运气好，碰上了个歪打正着的，换一个，你的小命就没了。今天本小姐还有事儿，既然是误会，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看病先考证，别再让人报警了。治好他，必须治好他。他身上绑着的不是一条命，是全天下的乳腺癌病患。哎呀，刚才那个姑娘，我想起来了，她是安氏首富赵家的千金，叫赵清瑶，家里做药材生意的，全省的医院都有他们家的股份。我在镇上赶集的时候见过她一回，坐在那种小汽车里头，排场大得很。首富千金，药材生意，全省医院，要是能治好他，靠着他家的人脉，别说一个诊所了，至少全省的乳腺癌患者都能用上我的药。爸妈，我今天碰到一个怪人。什么怪人？一个在乡下开诊所的，被警察当非法行医抓进去，出来的时候门口跪着一对母子给他磕头。我以为是他在欺负人，下车就跟他吵起来了。结果那个小孩说他今天刚救了人家的命。后来呢？后来他跟我说我有病，乳腺癌。我本来气得要打他，那个小孩拉着我裙摆说他是好人，我看他也不像故意的，就算了，反正就是个怪人，估计是想骗钱没骗成，随口瞎说的。小姐，外面有位先生说认识您，找您有事儿。认识我？长什么样？高高瘦瘦的，穿得很普通，手上还提着一袋东西。让他进来吧。是你？就是他！今天在派出所门口说我得了乳腺癌，没想到还是个跟踪狂，居然跟到家里来了。赵小姐，我不是跟踪狂。你白天问我是怎么看出你生病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中医讲望闻问切，你面色晦暗，颧骨处有淡褐色斑点，这是乳腺经络有淤阻的表征。你的脉象我刚才在派出所门口摸过，左寸关弦色，正是乳婴早期的脉象。赵小姐，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乳房有肿块？不痛，但能摸到。洗澡的时候自己应该注意到过。你叫什么名字？陈锡林，在城东开诊所。有行医资格证吗？暂时没有，但我说的话可以验证。没有行医资格证，跑到我家里来，张口就说我女儿得了癌症。你是觉得我赵云山好糊弄，还是觉得我赵家的门好进？我不知道你接近我女儿有什么目的，但不管什么目的，现在就走，否则我会让你知道我赵家的手段。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假话，现在就可以带赵小姐去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如果检查结果不是乳腺癌，立刻报警，让我进去一辈子。脉浮紧，舌苔薄白，是风寒。我给你开个方子，麻黄汤加桂枝，3碗水减成1碗，早晚各1服。看明白没有？中医讲4诊合参，望闻问切。刚才那个病人进门时，我就看他脸色发白，走路缩着肩膀，肯定是怕冷。再一搭脉，脉浮紧，风寒无疑。你们这些小年轻要多练手感，光靠听诊器听不出来这个。老师说的对，我在国外学的都是西医那一套，回来才发现中医的望闻问切才是真功夫。李主任，院长的电话说是有重要人物来体检，让您亲自接待。小肖，跟我下楼，你们都跟着，正好学学怎么接待重要病人。
赵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院长已经交代过了，体检流程都安排妥当，先由我亲自把脉，再做触诊，保证给您检查的明明白白。李教授，又见面了。你这个害群之马，昨天在乡下诊所里非法行医，今天居然敢跟到市医院来。李教授，这位陈医生说小女身体有问题，今天带她来就是做个全面检查，验证一下是真是假，查完就知道。千万不要被这个人骗了。昨天我和老师亲眼看见他在一家乡村诊所里拿着一瓶来路不明的药，硬要给一个孩子灌下去。要不是我们及时制止，那个孩子怕是已经出事了。这个人连听诊器都用不利索，血压计都未必认得全，一张嘴就是什么急性肠胃炎。我翻遍了国内外所有文献，根本没这个病名。赵小姐，您想，一个连基础医学常识都不具备的人，怎么可能看得出您身体有什么问题？关你屁事！我算看明白了，天底下的男人一个个都想往我身边凑，不是图我家钱，就是图我家生意。你，还有你，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怎么说话的？这位是李教授，市内最有名的内科专家，他的学生也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优秀医生。我们今天能请到李教授亲自接诊，也是很大的面子。赵先生客气了，里边请。赵小姐，老朽行医30年，别的本事不敢说，这双眼睛看气色从没走过眼，你这面色红润，走路带风，眼角有神，哪里有半分病人的样子？此人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昨天在乡下诊所拿着一瓶来路不明的药粉，硬要往一个孩子嘴里灌，今天又张口就是乳癌。乳癌是什么症状？肿块溃烂，乳头溢液，腋下淋巴重大。赵小姐身上哪一点沾得上？这种信口开河的人，赵先生，老朽劝你赶紧让保安把他请出去。是不是骗子？等检查结果出来不就知道了？哼！赵先生，等结果出来，我有个合作想跟你谈谈。你胆子倒是不小，我现在倒是有点好奇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说不是骗子吧，李教授那边言之凿凿；说是骗子吧，你又敢跟着来医院对质？什么合作？说来听听。你再说一遍。你要是真有能治愈乳腺癌的药方，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全国医学界都要炸锅，不止全国，全世界都会轰动，所有药企厂，所有医院都会疯。可我怎么信你？我女儿觉得你是骗子，李教授觉得你是骗子，连我自己刚才都差点让保安把你架出去。你个骗子的话，我赵远山凭什么信？爸，检查结果马上就出来，等结果出来，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还能怎么编，到时候要他好看。还在这儿等着呢，待会儿结果出来，我看你这个骗子还怎么装。赵小姐的气色、脉象、触诊哪一项都没有异常，你要真能看出什么病来，那才叫见了鬼。小肖，少说两句，等报告出来，事实胜于雄辩。怎么样，我女儿有没有问题？赵先生放心，赵小姐的气色摆在这儿，不可能有问题。对了，我刚已经报过警了，这会儿应该快到了。等他们来了，正好把这个招摇撞骗的一并带走。同志，就是他，这个人昨天在乡下非法行医，今天又跑到市医院来招摇撞骗，这回骗到安市首富赵先生头上了。赵先生可是咱们市里的重要人物，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走。又是你，昨天刚放出去，今天又跑到市医院来骗人，你是觉得派出所的饭好吃？别愣着了，快宣布结果啊！再不说，哥就要被带走了。赶紧带走吧！昨天在乡下骗小孩，今天骗到首富头上，这种人进去一辈子都不冤。同志，我昨天就是报案人，我可以作证。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早期乳腺癌，他没有说谎。放心，你可关乎着所有病患的安危。不可能！他一个连听诊器都用不利索的赤脚医生，连血常规都没查过，凭什么一眼就看出是乳腺癌？这根本就是巧合，瞎猫撞上死耗子。他不是骗子，他就是走了狗屎运。
赵先生，老朽行医30年，从不说虚话。这病既然查出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乳腺癌，以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平治不了，哪怕送到国外最好的医院，也只能做切除手术。而且术后谁也不敢保证癌细胞会不会复发转移。从今以后，赵小姐的生活质量，老朽不说你也明白。李教授，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花多少钱都行，去哪个国家都行。赵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技术。赵小姐，不用切，我有药，1粒下去，1个小时就能彻底治愈。不可能，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药。老朽钻研医学30年，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药能1粒就治愈癌症。你这是在胡说八道。赵小姐，别听他信口开河，1粒药治愈癌症，他在乡下诊所连个感冒都未必治得明白。这种话要是能信，还要医院干什么？还要我们这些学医的干什么？小子，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怎么可能还是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乡村医生？你今天要真能1粒药把癌症治了了，我这几十年的医生不做了，从今往后，我李甲麻就是你陈锡林的学生。陈医生，你要是真能救青瑶，不管以后你有任何需要，我赵远山都无条件答应，人力、财力、渠道，只要赵家有的都是你的。赵小姐，吃了它，1个小时之内，癌细胞会全部掉灭。你可以让医院随时抽血复查。赵小姐，绝对不能吃，谁知道他给你的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没有行医资格证的人拿出来的药，出了问题谁负责？你相信我，以后多跟我交流交流，这病我帮你联系国外最好的专家，肯定有办法的。昨天在派出所门口，你说我有病，我不信。刚才李教授说我得了癌症，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你。现在你说能治，我信你。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谁说没感觉就是没效果？其实说1个小时是保守了。你现在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全部死亡了，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去抽血复查。检测到目标癌细胞已全部清除，任务完成，获得10点声望值，当前声望值10。乳腺癌靶向药配方已永久解锁，可随时在系统内查看制作工艺。没了，真的没了！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癌细胞全部消失了。还好没事，还好没事。走，先回家。我现在彻底信了，你这个人还有你的药，我全都信。你说的那个合作，回去我们详谈。青瑶的命是你救的，我赵远山说话算话，你说的那个合作现在可以谈了。你这药方是真是假？真的，配方、工艺、量产流程都在我脑子里，但我只有1个要求，这药生产出来，必须让全国的乳腺癌患者都能低价用上，不能因为谁掏不起钱就死在药房门口。这你不用操心，我赵家做药材生意20多年，别的没有，渠道有的是，价格我来定，保证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后续收益呢？55分。你们在书房里那么久，谈什么呢？保密。青瑶，以后多跟这个人来往，他注定不凡。陈医生，冒昧打扰了，这位是我的老首长，姓周。今天去医院看望老首长时，正巧碰见赵首富带着女儿复查，听说了你1粒药治好赵小姐的事儿，又花了时间核实，确认是真的以后，特意从省城赶过来，没打招呼就上门，还望勿怪。老首长，什么情况？几十年前战争时期，老首长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抢救了3天3夜才活过来。说这些陈年往事干什么？小李，说正事。是，首长。自从那次负伤之后，老首长就落下了一个怪病，浑身关节疼，疼得整宿睡不着觉，记忆力越来越差，怕光怕吵，一听到响动就心悸出汗，全都检查了 ，X 光、心电图、血常观，所有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查不出任何问题，但开的药吃下去一点用都没有。老首长今年才68岁，身体底子硬朗，但被这怪病折磨了几十年，越来越瘦，越来越虚。陈医生，你能一眼看出赵小姐的病，不知道对老首长这怪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病叫海湾战争综合征。海湾？什么海湾？
老首长打的是自卫反击战。这个病的本质是战场环境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爆炸冲击波，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伤口愈合期可能接触过某些化学物质，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损伤了中枢神经。所有医院的常规检查当然查不出来，因为损伤不在器官上，在神经末梢上。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根治的办法。检测到目标患有逮湾战争后横高症，该病质属于30习成系统损伤，需消耗10点声望值，兑换神经修复因子药方。这个病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根治的办法，不过我能治。真的？陈医生，你这话当真？老首长这病，整个首都都束手无策，你真有办法？老首长，我刚才说你这是海湾战争综合征，你可能听不懂这个名字，没关系，我只想跟你说一句，你们那代人趴在雪地里拿命换回来的和平没有白费，我们这代人能安安稳稳坐在诊所里看病，是因为你们当年没有往后退过一步，所以这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不要钱，就当是还债。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私人诊所，持刀闯入是犯法的。谁派你们来的？死也让我死个明白点吧。行，你马上要死的人了，告诉你也没关系，有人花钱买你的命。这年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还想在安氏待下去，你是头一个。这年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还想在安氏待下去，你是头一个。报告长官，歹徒已击毙，请指示。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你下手比我快。首长在这里，我不能冒险把尸体拖出去。老首长，慢点咽，这药下去，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不一样。别服！浑身都有劲儿了，几十年了，头一回觉得这身子骨还是自己的。陈医生，我打了半辈子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回，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可今天，我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还能站起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小李，到，把这4个人带回去，不管用什么方法，撬开他们的嘴。我要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为什么要对陈医生下手？查出来以后，立刻向我汇报。救命恩人差点在我面前被人砍了，我周卫国要是不给他一个交代，这几10年兵就白当了。是，首长，走了。陈医生，你这药还有没有？我还有好多老战友，跟我一起从战场上爬回来的，现在还活着的，大多数都被这些怪病折磨着，浑身疼的，睡不着觉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跟我一模一样。京都没办法，国外也没办法，我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这病拖垮。要是你这药能量产，能给他们用上。老首长，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这药我本来就没打算藏着，您老尽快安排人与我接洽，第一批出来优先给老兵，不要钱。我没有辜负人民的期待。陈医生，上次在派出所门口差点打了你，后来又在你面前哭成那样，我还没正式跟你道过谢。
这周末在国宾招待所有一场舞会，届时安氏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我爸让我来请你，说是一定要把救命恩人请到。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对，市里领导、各大医院的院长、药材商，还有一些做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上安氏能说得上话的人都会到。这正是打开局面的好机会。药方要推广，光靠赵元山一个人的渠道不够，只有那些顶层人士都参与进来，才能迅速打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市场。行，我去。赵小姐，好久不见！上次在市里开会，你爸还提起你来着。今天这舞会，我听说你要来，特意推了几个饭局，怎么样？闪光跳支舞？李公子，不好意思，我今天有舞伴了。这位是陈医生，我今天请他来，就是想陪他好好转转。赵小姐，你什么时候跟这种人称兄道弟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反正不是青瑶的舞伴。赵小姐，闪光跳支舞。你知道他是谁吗？市局长的儿子李不凡，安氏官场上能横着走的那种。他爸一句话，你这家诊所的牌子明天就得摘。就算是我爸出面，也未必能完全压得住。那他最好快点来，我倒有点期待了。刚才在舞池里，你说期待是真不怕还是装？真不怕。你这人真怪。在医院的时候也是，李教授那么有名的人指着你鼻子骂，你连表情都没变过。又是李不凡，这回是谁惹了这个小霸王？惹了他的人，你看，在安氏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上次有个药材商得罪了他，3天不到就被查封了仓库。今天没有人救得了你。谁敢动他？李公子，这位陈医生是我赵某人的贵客，今天这场舞会，我女儿特意请他来的。你要带他走，总得给我个面子吧？凭什么？一个连请柬都没有的赤脚医生，青瑶护着他，首富也护着他。我李不凡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我叫您一声叔叔是敬您是长辈，但今天这个人我一定要带走。从小到大在安氏，没有一件事是我李不凡办不成的。今天这事儿也绝不能例外。您卖我这个面子，以后有用着我李家的地方，您尽管开口。李公子，别的事都好商量，但今天不管谁来，这个面子我都不能给。陈医生，你放心，有我在，今天不管谁的面子，我都不会给。那我的面子你给吗？李市长，陈医生是我赵某人的贵客，他救过我女儿的命，对我赵家乃至对全国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这个事儿不过是2个孩子之间一点小摩擦，我希望您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了。儿子，有爹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刚才有首富护着你，现在首富自己都趴地上了。我爹说的话你听见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猜我想干什么？跪下，给我磕3个头，叫我一声爷。今天这事儿就算了。我不跪。
给我废了他！谁敢在老子头上动土？李振山，你找死！你怎么来了？你谁呀？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敢这么跟他说话？司令，您怎么来了？爸，这就是你说的你在军营时候的长官李司令。哼，李振山，你胆子不小，我要再不来，国家最重要、最机密的人才可就要毁在你手里了。不可能！我的人刚把他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个无证行医的乡下赤脚医生，连听诊器都用不利索，诊所还是租的。李振山，你和你儿子涉嫌危害国家重要人员安全，有什么话到军事法庭上说吧。他明明就是个赤脚医生。赵先生、陈医生，经过上面调查，现在有一项国家级重要任务要交给赵先生，这里人多眼杂，具体需要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详谈。赵先生，上面研究决定要选出一个可靠的商人替国家生产陈医生提供的药物。考虑到这项任务的隐秘性和重要性，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定了你赵远山。你的曹材公司将被列为国家级医药生产合作单位。李司令，不瞒你说，陈医生昨天已经把一份乳腺癌靶向药的配方交给我了。本来我打算自己跑渠道建生产线，一步步来。现在有了国家的支持，那我这心里可是更加有底了。以后咱们安市不，咱们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便宜的神药了。陈医生，今天中午有同学聚会，在国营大饭店，你跟我一起去。同学聚会你去就行了，我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不是外人，你是我救命恩人，而且我都跟同学说好了要带个神秘嘉宾，你不去我多没面子啊！再说了，国营大饭店的厨子是以前给苏联专家做饭的，红烧熊掌、清炖飞龙，平时你上哪儿吃去？这年头野生动物还没禁，国营大饭店的后厨里说不定还真能见到几样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保护动物。去蹭顿饭也不错。行，说好了，我只负责吃。请，青瑶这边坐，我特意给你留的位子。周明远，你也太痴情了吧！从大一追到现在，每次聚会都给青瑶占座，今天还说费用全包，咱们可都是沾了青瑶的光。青瑶，今天这顿我请客，想吃啥就点啥。他们家的红烧熊掌要提前2天预定，我托我爸找了饭店经理才留了一份。我们来。今天有人请客，想吃啥你就点啥，别跟我客气。青瑶，这位是你家亲戚，乡下来的。现在这世道啊，只要家里有钱有势，保准有乡下来的穷亲戚来攀高枝。这种人最可恨了，平时不联系，看你发达了就贴上来，甩都甩不掉。大家以后遇到一定要离远一点，不然怎么被吸血的都不知道。也不一定吧，人不可貌相。虽然这位兄弟看起来确实挺低调的，但
但能认识轻微这种校花，说不定家里条件也不错，就是为人低调而已。兄弟，你家是做什么的？我是个医生，乡下的，无证。那可真是真性情。果然就是个乡下来的穷亲戚。看来是赵叔让青瑶带他出来见见世面。他可不是我家亲戚，他是我亲爱的。亲爱的救命恩人。得，这丫头是拿我当挡箭牌了。不过这才是重生嘛，有事就搞事业搞钱，没事就打别人的脸，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青瑶一定是被他骗了，一个乡下无证医生凭什么？待会儿一定要让他看清这人的真面目，让他们知道我们这群人跟他的差距。红烧熊掌来一份，清炖飞龙来一份，鹿筋包来一份，还有这个狍子肉锅贴，我在乡下诊所连听都没听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给我来一遍，从来没吃过这些玩意儿，真好奇是什么味儿。多吃点，这些菜平时不是谁都能吃得到的，以后可就不一定有机会了。确实是，不多吃点，以后还真没什么机会了。可不就是吗？再过不了几年，这桌上飞的跑的全都是保护动物，个个都是吃一口就得牢底坐穿。现在不吃，以后对着菜单上的图片流口水啊！唉，得赶紧回学校了，下午有讲座。听说这回请了好多各行各业的著名教授，连医科教授都有，去晚了可没座位了。陈医生，一起吧。今天来了不少医学界的大人物，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的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个层次，去听听课长长见识，不然总是无证行医，传出去太像个骗子了。医学讲座，就这年头的医学水平，去了也是浪费时间。连乳腺癌都得靠切除的医疗条件，能讲出什么花样来？触发临时任务，前往学校参加医学讲座，并在讲座现场用医学知识击败所有教授。任务期间，系统可临时提供远超当前时代的医学知识支持。任务奖励：神级白血病特效药方。白血病就算在几十年后，也是极难治愈的重症。现在这个年代，谁家孩子得了白血病，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这张药方要是能解锁，不知道能救多少个家庭。行，我去。今天这场讲座市电视台会来录像，当着全市观众的面，我要让这个乡下赤脚医生在全国人民面前丢尽脸面。各位同学，今天我校有幸邀请到市内各学科的著名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下面有请医学界代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李甲麻教授。同学们好，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基础卫生常识。第一，饭前便后要洗手；第二，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第三，就这。不过想想也是，这年头哪个师傅会把看家本事拿出来免费雕人？这年代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真功夫得磕头拜师才学得到。李甲麻能站在这儿讲饭前洗手，已经算大方了。李教授，您讲的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朋友也是一名医生，他对您刚才说的那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学术讨论，畅所欲言。你这位朋友在哪里？就是他，陈锡林，陈医生。好你个周明远，我正愁怎么完成任务，你倒主动搭台子，这份恩情回头可得好好谢谢你。这年头连大学生都稀罕，还有人敢质疑教授？是你？这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个骗子，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在乡下租了间破屋子就敢给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既然肖医生说我是骗子，李教授，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医学知识吗？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当着电视台和报社的面，如果我输了，我自己去派出所自首，从此不再行医。如果你们输了，李教授，你上次在医院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不仅仅是李教授，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教授在医学知识上
都是垃圾。李教授，既然要比，那就说一种病，一种在你们看来全世界都束手无策的病。我们各自陈述诊断思路和治疗方案，看谁的说法更有道理。李教授，要不要叫保卫科的人来？不用叫保卫，既然这位小兄弟想探讨学术，那今天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好好探讨探讨。正好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贵客，美国来的史密斯博士，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不少论文，对东西方医学都有研究，由他来做个判定，应该够公允吧？没有问题。我在美国也听说过，中国有很多民间医学高手，今天正好见识一下，我保证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既然有国际友人在场，那不如再加个赌注，谁输了就给对方擦皮鞋。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老朽也不占你便宜。题目你先说还是我先说？李教授是前辈，题目你来定。那我就说说狂犬病，你先来。这次还是警惕点好，选了这狂犬病一经发作，死亡率100%，从古至今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过治愈案例。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狂犬病。李教授说的狂犬病，中医古籍里早有记载，《肘后备急方》里管它叫恐水病，怕风、怕水、怕光，发作时咽喉痉挛，滴水难进。古代民间还有个更直白的叫法，疯狗病。被疯狗咬了，狗嘴里带毒的唾液顺着伤口侵入人体，毒邪沿着经络上行，直攻脑髓。但这只是中医的说法，今天我想讲一点不一样的，关于狂犬病的本质，关于疫苗，关于一个叫巴斯德的法国人。预防狂犬病，关键不在发病之后，发病之后全世界谁也救不了。关键在于被咬伤之后，发病之前这个窗口期，用灭活疫苗刺激人体产生抗体，在病毒抵达中枢神经之前把它中和掉。疫苗的制备思路我可以公开说出来，将狂犬病毒在兔脑内连续传播，直到病毒的潜伏期缩短到固定天数，此时的病毒毒力已经减弱，再用甲醛灭活，保留抗原性，制成疫苗。我的话说完了，这个疫苗研发思路，今天在场的任何人，不管是医科学生还是李教授，不管是报社记者还是史密斯博士，都可以拿去用，我无偿贡献。谁有能力做出来，谁就拿去救人，只要能多救一个人，这粉笔字就没白写。我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工作了10几年，我们研究所有一个专门攻克恐远病毒的可米组，投入了好几百万美金，6年没有突破。今天在这里，一个中国乡村医生用半截粉笔把疫苗的制备思路讲得清清楚楚，减毒、传代、灭活，每一步都是我们实验室里一直在试，但始终没有完全走通的路。课题组6年没突破的东西，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全讲出来了。陈医生，我代表我们的研究所想聘请你担任特配研究友，年薪1000万。如果你愿意去美国工作，签证、实验室、团队我们全包。谢谢史密斯博士的好意，我不去。这疫苗的研发思路刚才已经写在黑板上了，谁都可以抄走，谁都可以做出来。他真不要。老师，他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偷了国外的研究资料，不然他一个乡下无证医生怎么可能知道狂犬疫苗的制备工艺？这一定是窃取来的，建议严查。你跟了我快2年，我教你背医书，带你上临床，把我会的都教给你。人家已经把饭喂到你嘴边了，你不张嘴还骂饭有毒，你太让我失望了。陈医生，我认输。李教授，
按照你们刚才的约定，陈医生赢了，你该给他擦皮鞋了。老朽行医30年，给学生上过无数堂课，今天这一课是你给我上的，这鞋该擦。李教授，这年头有点本事的医生，大多都有几分傲气，太在意名声，太在意地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医生这个行当跟别的行当不一样，你越在意名声，就越容易在病人面前犯错。真正的好医生不是名声撑起来的，是埋头治病，埋头钻研，名声自己会找上门的。接下来到谁了？此人叫康劳国，省内中医界的泰斗，是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他这一辈子只用中医给人看病，从来不用听诊器，从来不碰西药。他曾在一篇学术文章里公开说过，西医是用铁缠皮肉，化学毒工人体之疾，无异于饮鸩止渴。今天阶梯教里坐着的教授们，有一半是他的学生，另一半是跟他辩论过但从未赢过的人。这年头，你要是敢说西医比中医强，当场就有人给你扣一顶崇洋媚外的大帽子。这位康教授又是中医界的泰山北闪，我要是上来就讲西方医学那一套，辩论还没开始，台下观众就先把我判了，得换种打法。小伙子，老朽刚才在台下听了你对狂犬病的见下，确实有两下。但你讲的那些东西，什么病毒，什么神经，什么抗体，都是从洋人那里搬来的。老朽问你，中医讲究什么？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这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好东西。一个医生要是连病人都不会看，连对方身上有什么毛病都说不出来，谈何治病救人？今天不用复杂的东西，就随机挑几个学生，你我各自诊断，说出对方身上有什么毛病，用中医的方法，用中医的理论，你敢不敢？康教授刚才的诊断一点都没错，脉象细数，摄红少胎，口渴多饮，消渴症，药膳方子也开得极好，苦瓜、玉米须、山药都是好东西。但这些药膳真正起作用的原因，不是它们本身能治消渴，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含糖量极低，天天吃，血糖自然会降下来。换句话说，起作用的是控制住了饮食，不是药膳本身。消渴症的本质是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出了问题，吃进去的糖太多，身体来不及消化，血糖就一直居高不下。时间长了，不光会口渴多饮，消瘦乏力，严重的还会伤及眼底、肾脏和神经系统。所以控糖的关键不是吃什么药，而是从源头管住嘴。国外那些以面包、甜品、汽水为主食的国家，糖尿病发病率远高于国内，不是体质差异，是饮食习惯决定的。你是不是特别爱吃甜食？每顿饭都必须配甜的？对对对，我从小就视甜如命，早上喝粥都要放2勺白糖，中午必须有糖醋排骨，晚上不吃2块桃酥睡不着觉。我看了好多中医西医，药也吃了，苦瓜也吃了，就是不见好。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爱吃甜的，你是头一个。难怪以前照那些医生说的吃药膳就是不见好，原来是因为我自己还在偷偷吃甜食。刚才陈医生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天天吃苦瓜，转头又吃了一碗糖醋排骨，那苦瓜不是白吃了吗？他不说我都没意识到，我表姐也爱吃甜的，也是老口渴。你说的没错，老朽没问出来的，你问出来了。不过你别高兴太早，我不信你接下来还能胜我。脾虚湿盛，水使内停，你是不是最近总感觉浑身没劲儿？吃完饭肚子胀，小便也不利索。对对对，尤其是下午，腿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中医叫脾虚水肿，西医叫低蛋白肾症引起的周围性水肿。康教授的诊断没有问题，治疗方案健脾利湿的中药和补充优质蛋白，两边都对得上，这局平手。老朽诊断不出。
你晚上睡不着觉，心里总觉得慌，有时候坐在那儿好好的，忽然就想哭，构口越来越差，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人也瘦了。这些症状有多久了？快1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去医院查了好多次，大夫都说没毛病，让我回去多休息。可我睡不着，一闭眼就胡思乱想，有时候一整晚就这么睁着眼到天亮。我娘说我中了邪，还带我去庙里烧过香。康教授，这个病中医其实有记载，叫百合病，出自《金匮阳论》。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治其病也。意欲食，腹不能持，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如有神灵者，身形如何？其脉微数。这和这位同学症状完全吻合，西医叫抑郁症。抑郁症不是矫情，不是想太多，也不是中邪，是大脑里有一种叫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出了问题，和感冒发烧一样，是身体生病了，不是性格有缺陷。西医可以用药物来调节神经递质水平，中医按百合病辨证论治，百合地黄汤为主方加减，疏肝解郁，养心安神，2条路都能治，但最关键的是不要自己硬扛，要去看医生。谢谢。百合病，我背了一辈子《金匮要略》，这段条文倒背如流。可我行医50年，从来没诊断出一例百合病。不是没遇到过，是遇到了也没认出来。他才20出头，老朽行医50年，从没见过有人能中医古籍和西医理论融会贯通到这个地步。今天这局，老朽认输。你师傅是谁？我没有师傅。年轻人，老朽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你这医术不是不错，是可怕。恭喜宿主完成临时任务，在学术讲座中击败在场教授。奖励：神级白血病特效药方已永久解锁，可随时在系统内查看配方及制备工艺。轴突、髓膜、病毒上行路径。今天的讲座，这是我听过最有价值的一次。那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陈医生，你刚才在讲台上说的那些病毒、神经、抗体、糖尿病、抑郁症，你到底是怎么懂这么多的？不是我懂得多，我刚才说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狂犬疫苗是巴斯德发明的。糖尿病的研究是几十年来无数内分泌医生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抑郁症的神经递质理论是精神病学家们做了几十年实验才证实的。我刚才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人的努力总结了一下。那也很厉害了，别人总结不出来。我到家了，你今天去我家坐坐吗？我爸肯定想听你讲今天的事儿。改天。诊所那边还有事儿，我得回去看看。李司令，出什么事了？陈医生，最近省内各大医院同时出现了一批病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常规抗生素全部无效，有几例已经转为急性呼吸衰竭。省卫生厅连夜开会，组织上要求迅速集结各个有本事的医生，成立应急专家组。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高热、干咳、呼吸困难，抗生素无效，这个节骨眼上，该不会是……李司令，你说上报的那位专家就是他？就是他，陈锡林，陈医生。李司令，老夫在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干了26年，这次被抽调进专家组，我以为是要跟哪位国手或者军医大学的教授搭班子，你让我跟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看病？李司令，我不是质疑组织上的决定，但这次疫情来势汹汹，第一批病人好几个已经上了呼吸机，随时可能出人命。这位陈医生，他连正规医院都没待过，真上了临床，万一出了岔子，责任谁来担？
小伙子，你也别紧张，专家组嘛，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你跟在后面学学，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什么忙。几位进来说吧，别站在门口，天快黑了。第一批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初症状除了高热干咳，有没有腹泻或者呕吐？抗生素用的是什么？青霉素还是四环素？转成呼吸衰竭的那几个病人，从发病到恶化一共几天？刚才来的路上谁提过腹泻的事儿吗？省第一人民医院从3天前开始收治第一批病人，截止到今天中午，一共收了37例。初始症状都是高热、干咳、浑身酸痛，和重感冒几乎一模一样。我们按细菌性肺炎上的青霉素加链霉素联合用药，3天过去，没有一例退烧。有5例病人病情持续恶化，从高热转为急性呼吸衰竭，已经上了呼吸机。昨天又新收了12例，其中3例是医院内部的护士。市第2人民医院收了24例，传染病防治所收了18例，加起来将近80例病人，分布在不同医院，但所有病人的症状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从发病到转重症的速度极快。最早的几例从入院到上呼吸机，中间只隔了不到2天。我们在排查感染源，但第一批病人的活动轨迹很分散，没有发现有共同的接触史。所有重症病人的肺部听诊都是一样的，双肺底弥漫性湿漏音。X 光片显示双肺有弥散性浸润阴影，但不是戏剧性肺炎那种大叶性时变的影像，而是更接近间继性肺炎。抗生素无效，激素冲击的效果也不稳定。最头疼的是隔离，传染病防治所一共就20张床位，现在全满了。旁边的病房不敢放别的病人，但新送过来的病人根本没地方安置。我们临时征用了旁边的招待所，但条件太简陋，连供氧设备都没有。抗生素全部无效，说明不是细菌感染。重症的肺部浸润是间见里而非大叶性，说明病原体攻击的是肺泡上皮细胞和肺间者，而不是肺泡腔内的细菌繁殖。从这个发病速度来看，从高热到呼吸衰竭只要2天，说明病原体的致病性极强，而且潜伏期可能很短，症状高度一致，排除了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可能。院内感染已经出现，3个护士被传染，说明是呼吸道飞沫传播。把这些特征放在一起，指向的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种新型的、从未被记录过的呼吸道病毒。你刚才说病毒不是细菌？不是细菌，所有抗生素都无效，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如果是细菌感染，青霉素加链霉素联合用药至少会有部分有效。细菌性肺炎的大叶性时变影像在 X 光片上也很典型，但你们看到的不是。你们面对的不是细菌，是一种病毒，而且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到今天为止，所有接触过这批病人的医护人员，包括你们几个，都应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几位，今晚就在诊所将就一下。你们已经接触过病人了，在被确认没有感染之前，最好不要到处走动。明天早上带我去看病人，把最严重的那几例的完整病例准备好。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26年，头一次站在门口进不去。陈医生，你真要进去？这栋楼3天前就封了，现在里面全是危重病人，目前对里面的情况我们掌握的还十分有限。你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这病毒不简单，你们在外边等就行，我进去看看才能彻底了解情况。小伙子，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老夫在呼吸科干了26年，什么传染病没见过。要进去，我跟你一起。你20出头都不怕，我这把老骨头怕什么？陈医生，在诊所里你说我们纸上谈兵，我没吭声，因为你说的对，我连病人都没看就在后面画图，那就是纸上谈兵。现在你要一个人进去，我不能让你替我们去看病人，我跟你一起。算我一个。昨晚周主任说你是专家组里最年轻的，我还瞧不上你，那是我刘德黑眼拙。今天你要是进去了，我们几个在外面干等着，那我们还当什么医生？不行，你们必须守在外面，我进去，万一出了意外，你们在外面还能继续接手。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科主任，
传染病防治所的副所长，还有这几个从首都回来的年轻骨干，你们是省内最有经验的专家。那些躺在里面等死的病人，他们能指望的只有你们。你们守在外面，万一我倒了，至少还有人能对那些病人负责。你们跟我一起进去全倒了，那些病人还能指望谁？无法检测，请确保宿主与患者皮肤直接接触。叔叔，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去上学了？不会，有叔叔在，一定让你回去上学。小伙子，你赶紧穿上，这病会传人的。你离他们远点，你还这么年轻。我是医生，医生就该在这儿。检测到目标感染新型呼吸道病毒，病毒量高，双肺弥漫性浸润，血氧饱和度偏低，重症监护级别，建议立即上呼吸机。解锁特效药需消耗60点生物。病毒果然是在这个年代，当前声望值只有0点，解锁不了药方，就得先找到能用的治疗方案，稳住这批病人。急性肠胃炎已经轻度脱水，先止呕，再补液。触发紧急任务，请宿主在24小时内收集100份病毒感染者的生物样本，包括但不限于唾液、头发、皮肤碎屑、血液及排泄物。任务完成奖励100点声望值，当前声望值0。张嘴，让我看看你的喉咙。孩子，你把口罩戴上吧。你看看这满屋子的人，都是被这个病拖进来的。你还年轻，你要是倒下了，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有什么指望？放心，我心里有数。我当然知道会感染，这满屋子的人咳出来的每一口气里都是病毒。不戴口罩，不穿防护服，感染只是时间问题。但我怕什么？没穿越之前，在那个没有系统的年代，照样有人签了生死状冲进隔离区。他们连系统都没有，连退路都没有。他们不怕，我怕什么？周主任，陈医生进去多久了？快1天1夜了，这么久了还没出来，该不会是……你再说一遍哪个区？又新增了多少？不管他出不出来，仅凭这份医德，就足以写进历史了。口服疫苗我已经做出来了，让药厂按这张工艺单连夜生产，成分、剂量、制备流程全在上面，快！记得用取样袋封存。李司令，出什么事了？赵先生，之前跟你说过的工厂，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能不能立马投入使用？工厂那边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厂房、
生产线、工人、原料库存，半个月前就到位了。不管什么药，只要有制作药方，立马就能投入制作。陈医生把口服疫苗做出来了，这是疫苗样本和完整的药方工艺单。赵先生，陈医生的命，还有全国百姓的命，现在全交给你了。3天，我亲自盯着生产线，3班倒，人停机不停。陈医生出什么事了？赵小姐，详细情况现在还不能对普通民众公开，但你可以知道，陈医生现在正在传染病防治所里救治一批危重病人，他已经1天1夜没有出来了。这份疫苗药方是他刚让送出来的。他自己呢？他会不会？这份疫苗药方必须在3日内制作出来，送往各地，否则将会有大事发生。生产线全部启动，3班倒，现在。放心，有叔叔在，都会没事的。疫情防控的进展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各地报上来的数据都在这里面。全国各大医院已经快要人命为患，光是昨天1天新增确诊病例就翻了一番。按这个速度下去，现有医疗资源就会被彻底击穿，到时候就不是防控了，是失控。疫苗呢？国外那边有没有消息？上午刚跟日内瓦通过电话，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紧急疫苗研发程序，但最快的实验室也给出了时间表。就算一切顺利，从毒株分离到临床试用，至少需要1年半，这已经是全球最快的速度了。1年半才能出来，黄花菜都凉了。国内聚集了这么多医学专家，中科院、十字、军医大，没有一个能在3天之内拿出解决方案。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等，每多等1天，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感染。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有个叫李成海的后辈，前阵子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到过一位医生，说这个人治好了周寿国的海湾战争后遗症，一粒药下去，几十年的顽疾当场痊愈。李成海对他的评价是神医，只是这个人为人低调，一直在乡下开诊所。神医，这些年来自称神医的人有多少？真正有本事的又有几个？大多都是包装出来的，图名图利罢了。李成海年轻，看人未必看得准。全国这么多顶尖专家都拿不出来的方案，一个乡下诊所的医生能有什么办法？什么？疫苗已经研究出来了，而且已经在生产了？研发者叫什么？陈锡龄。孩子，我活了68，该吃的苦都吃过，该享的福也享过，活到现在够本了。你才20出头，你图什么？放心，就算不相信我，也要相信国家。这里不仅有我，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同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这一趟值了。狂犬疫苗、乳腺癌药、海湾综合症的神经修复、飞痫口服疫苗，解锁了4个药方，救的人加起来也该有好几10万了吧。临走前还能给这帮老教授上一课，不亏。就是那丫头还没跟他说一声。看来成功了。这丫头看样子在这守了挺久的了。你醒了，你没事，太好了。你渴不渴？我去给你削个苹果吧。好。陈锡林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药神。你让送出来的口服疫苗给人服下的当天就见了效，病情轻的几个小时就退了烧，24小时内症状全部消失。病情最重的双肺弥漫性侵忍呼吸衰竭上了呼吸机的那批危重病人，服药后24小时内全部转危为安。全国各地的疫情数据今天早上刚报上来，新增确诊病例归0，重症转归率100%。这疫苗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一起扛过来的。你说的对，是所有人一起扛过来的，但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这一步是你迈的，
我代表全国百姓，谢谢你。陈叔叔，我就知道你会保护大家的。陈医生，我家娃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那天蹲在他面前把手套摘了，我们都看见了。陈医生，我这条命也是你给的。那天你用手撑开我的嘴看喉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来走过场的。孩子，你瘦了。陈医生，我孩子有点肚子疼，你给看看。警告：检测到目标体内含有高浓度有机磷化合物，确诊为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生命体征急速下降中，预计存活时间10秒。噎死人了！这里的医生噎死人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还是个婴儿，才几个月大！刚从进门之前，我家娃还好好的，会哭会闹，被他治了一下就没了。他就是个杀人凶手！我要报警！我要给娃讨命！对呀，刚从菜市场回来，亲眼看到他抱着孩子进去，孩子还在哇哇哭，这出来怎么人就没了？难不成真是医死人了？这年头乡下诊所就是不靠谱。怎么回事？同志，您一定要给我娃做主！我娃刚在门口还哭得好好的，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抱进来让这个医生看看。他就摸了一下我娃的手腕，不知道用了什么药，我娃就没气儿了。他就是个杀人犯，把他拉去枪毙。陈医生，出了人命就是大事，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这孩子在进诊所之前就已经被人下了毒，有机磷农药。我刚摸到他的手腕，瞳孔缩小，心率紊乱，呼吸道分泌物增多，这是有机磷中毒的典型体征。他进我诊所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毒不是我下的。你说不是就不是。上次在派出所你说赵小姐有乳腺癌，那是查出来了，这次是一条人命，你说了不算，查了才算。先跟我走。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你是孩子的父亲，案发时在现场，你的证词必须录进笔录里。同志，我家里还有急事儿，孩子没了，我得回去跟他妈说一声。家里老人还等着。你孩子死在了诊所里，你不等着调查结果，急着回家干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孩子他妈身体不好，我怕他受不了，我得先回去安顿一下，不然他万一想不开。刚才还哭得撕裂裂肺，这会儿怎么不掉眼泪了？行，我跟你们去，我就是怕孩子他妈想不开。去就去吧，反正我没做亏心事儿。我告诉你，在来派出所之前，我的人已经问过周围的人了。杂货铺老板娘、三轮车夫，还有那个拎菜篮子的女人，3个人的证词一模一样。那孩子进你诊所之前是活着的，会哭会动，进了你的诊所不到片刻就没了，而且孩子身上没有任何外伤，从头到脚干干净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那个男人有仇，还是你根本就是个骗子？之前几次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你们派出所没有法医吗？什么法医？80年代初期，法医这行当在国内大面积普及，还要好几年。这个时候，别说县级派出所，就是市局也未必有专门的刑事技术科。这年代办案靠的是证人一言和口供，法医性理学检验根本就不是常规侦查手段。我让他找法医，等于让一个没听过电话的人去拨号，尸体解剖都不存在，我还说什么？李警官，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你们上级领导？不需要法医，只要找一名外科医生对那女婴进行解剖检查，打开胃部，取胃内容物做毒理分析，再检查一下咽喉和气管。有机磷中毒会在食道黏膜上留下明显的化学灼伤痕迹，只要证明这孩子在进诊所之前就已经被人灌了农药，一切就都清楚。陈锡林，你是个变态！陈医生，你怎么在这儿？这是干什么？谁把陈医生铐起来的？郑局，您认识这个变态杀手？小李，你说谁是变态杀手？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陈医生也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可是证据都在这儿。郑局，我知道您平时不轻易替人说话，但这事儿……你知道前几天那场是怎么打赢的吗？
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医生，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你现在跟我说他是凶手，可是证据确实都指向他。小李，你听说过法医吗？什么医？法医能靠专业检验还原命案真相，减少错判。但我们这里没有法医和相关设备，办案只信人证口供，单凭目击者证词定罪并不严谨，没法排除死者事前中毒的可能。缺少专业鉴定就不能贸然定案，这是事关重大。陈医生身份特殊，你把他铐在这里，我必须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三头的火药师导事儿，满检来。李姐，那些人是谁啊？怎么局长都……电视新闻里见过的，开会坐在第一排的。先解开。宋老，开始吧。婴儿体内检出剧毒对素醚，食道咽喉有灼伤，系进诊所前5到8分钟服毒，最终因农药中毒致呼吸衰竭身亡。送医时，他已出现典型重度中毒反应，这些症状不可能是在诊所内造成的。换句话说，这个孩子进诊所之前就已经被人下药了。有人想来栽赃陷害陈医生，一个医生被人栽赃成杀人犯，这件事一定要查到底，不管是谁在背后指使，一个都不许漏。那小子肯定要枪毙了，这趟活雇主还真舍得，够我潇洒好一阵子。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为什么要给那个孩子下毒？为什么要陷害一个好人？法医报告在这儿，你还有什么话说？行，我说，是有人花钱买他的命，那人姓肖，叫肖思尔。不用问了，全都是我干的。哼，我就是想让陈旭林身败名裂，让他死得比谁都难看。就因为他医术比你高，就因为他让你老师在台上丢了面子。面子？我老师当众给他擦皮鞋，然后当众给我一耳光，我可是海归，他凭什么？带走吧。陈医生，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什么病都能治，只要给我时间，我都能找到药方。唯独人心的恶，谁来也没为治。陈医生，你为什么愿意一直守在那个小诊所？我爸说要给你建一座医院，你都不肯。那些繁华地区不缺医生，在乡村小镇，谁家病人生了病，看个病还得跑县城，县城治不了，再跑市里、省里，甚至首都。医生等得了，病人等不起。埃博拉，以前只在书上见过的名字。他怎么了？是不是？别过来，离他远一点。现在回家，路上不要碰任何人，不要坐公交车，走小路。也不知道这次要死多少人。